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摄影哥看世界的频道。今天我们计划从阿根廷去巴西。今天我和伊森就会乘车从阿根廷的伊瓜苏港到巴西的那个叫伊瓜苏 Falls 那个城市。现在我们车辆刚刚通过了阿根廷的那个边境检查，前往巴西内侧。在阿根廷这侧是不需要下车的。司机他们有专门的这个执照，可以带客人直接过关。在巴西这边呢，所有的乘客都要下车接受这个入关的检查和护照的这个验证。在这里呢，就排队经过巴西的移民关。过完关以后，我们就又沿着这个 building 旁边的这个路，再一直走过巴西内侧，就可以再重新上车了。阿根廷的伊瓜苏港和巴西的伊瓜苏瀑布这个市，就是中间有一个这个跨河大桥的连接，所以出关之后大概几分钟跨过大桥就到了巴西这边了。今天的行程是这样安排的啊。首先我们要去鸟类公园，在这边观看南美知名的那个彩色的大鹦鹉，还有各种各样的花蝴蝶。伊森在巴西的朋友专门从圣保罗来到了伊瓜苏瀑布这个城市来接我们，所以我们在这边汇合以后呢，就一起前往鸟类公园。那为什么朋友会来接呢？主要是考虑到巴西的治安不是太好。我们在网上看到了很多负面的一些新闻，觉得有人陪一下会比较好，尤其是他们会说那个葡萄牙语，交流起来比较方便。在巴西这边的这个鸟类公园也都是个网红的打卡地，基本上来这个伊瓜苏瀑布城市的所有游客都会选择来这里。我们在公园里还遇到了一对从美国过来的夫妇。他们两个呢，就是听到我们说中文就过来打招呼，因为他们原本约的在这个里约热内卢的那个地陪兼导游呢，因是不能够接他们了，他们非常担心在里约那边会就是出现问题，所以我们巴西的朋友呢就热心的帮他联系了里约那边的朋友，到时候会在机场接待一下。来这里就不能错过这个喂鸟的环节了，那么工作人员就把他预先准备好的这个各种果仁做的这个喂鸟的这个棒棒交给我，然后我们就会在这儿喂这些小鹦鹉。Also watch out therefore because sometimes they can hit the sheep. So just try to chase you, hold really tight, and you cannot touch the animals. And if they come over you, I will pick up because of the situation, okay? Can come closer. Okay. A little bit closer. Sit on the wood to chase you. Alrighty? Sit on the wood like this. No, like this, yeah. 每一个喂鸟的这个零食棒呢，就是15巴西的里拉，和人民币大概20多块。你就帮他录像好了。对，你那么那些最漂亮的彩色鹦鹉呢，都被关在这个大的有网的这个空间中。那么它们在这里可以飞来飞去。游人呢，就是可以从那个双重的门进来，然后可以相对近距离的观赏。鸟类公园对面就是伊瓜苏巴西这边的公园，很方便，直接走过马路对面就行了。购票呢是在自动的购票机上进行的，完成以后呢需要到这个乘车处排队。他们从公园入口到这个真正看
瀑布的那个步道那边呢是有相当一段距离，所以一定要乘那个园区提供的这个巴士才能去到。今天感觉游客的人数不是特别多，所以还不错，很快就能上车了。许多观众可能会问伊瓜苏就这么一个瀑布区，为什么要从2个地方看呢？这么辛苦的跑来跑去。大家继续跟着我们视频往下看就知道了。景色还是有不同的。那么这个园区的巴士大概要行驶10几20分钟才能到达这个步道的起始处。从这边一下车，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特别壮观的这个瀑布全景这也不叫全景就是相对比较壮观的这一侧。我们昨天呢是在对面呢，阿根廷那边就在瀑布的旁边和上面看的现在我们从巴西这边就是远眺它的正面的景观。远眺之后，我们就会沿着步道一直向下走，那么走到一部分那个瀑布的底部去看那个瀑布。沿着步道嘛，走走停停，拍拍照，很快就走到了步道的尽头。在这里面，我们可以近距离观看到瀑布。这个瀑布下面这个的一个栈桥上，在这里面可以近距离的观赏这个气势雄伟的瀑布。因为伊瓜苏瀑布80%左右的瀑布都位于阿根廷境内，所以从阿根廷境内是不可以看到这么多的瀑布的。但是从巴西，因为在河的对岸，所以他能看到很多非常壮观的瀑布。Look at this! Wow, nice! It's a big one.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来伊瓜苏游玩的游客一定要从阿根廷和巴西两边都来观赏瀑布了，因为两边的景色是完全不一样的，各有千秋。我一开始做旅游规划的时候，主要是考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因为呢，伊瓜苏阿根廷港那边会有巴士直接开到巴西伊瓜苏瀑布市。但是网上有很多评论，就是说巴士司机有可能在我们过关巴西的时候如果不能及时登车，他会把乘客丢下就走了，所以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决定还是包一个出租车。酒店给叫的出租车相对又安全，价格也不贵，一辆车呢是1万阿根廷比索，相当于还不到30美金。出租车可以把我们送到巴西伊瓜苏瀑布市的任何一个酒店或者是机场，非常方便。在巴西伊瓜苏瀑布公园逗留的时间不长，基本上也就是2-3个小时我们就离开了。下午呢，我们选择在伊瓜苏瀑布市的下榻酒店呢晒太阳，在那个泳池边听听音乐，度过了一个非常休闲的下午。明天一早我们就会乘飞机呢经圣保罗去到里约热内卢。明天晚上的行程很精彩，是会参加巴西狂欢节的大游行。我会继续在下一个视频给大家进行分享，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再见。